欢迎回来。这个阶段我们还是来关心跟科技相关的议题啊。那是要讲的是全球科技战现在要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6G。6G 现在已经不是未来了，而是一个实际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那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战略武器。中国大陆官方最近就宣布说，已经完成第一阶段6G 技术的试验，在6G 的这条赛道上面正在遥遥领先。而第一阶段呢，6G 关键技术试验全面完成，包括有300项以上的核心技术储备。另外，在全球呢，中国大陆的6G 专利占比是40.3%，稳居世界第一。还有，在全球第一颗全频段6G 晶片成功的被研制出来，传输的速度呢，是1T 啊，是5G 的100倍。还有一个就是超宽带这个光电融合集成系统也突破了0.5 GHz 到115 GHz 全频段的高速传输。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像全球要来宣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6G 的赛道上，目前中国大陆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但是要如何在6G 这边拿到技术的话语权？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中美现在在科技竞争之下，哈，两强都想要争霸，但是也因为这个态势呢，让全球现在走向了好像这个脱钩的一个国际现实啊。所以中国大陆要如何主导现在在领先的这个6G，甚至变成未来的全球标准呢？大使，您觉得？我觉得这个现在有很多人，我看有些机构在预测，将来可能6G会变成2个系统。那因为现在事实上中国大陆是技术领先，因为你将来你要在标准制定有一个标准制定的国际组叫3GPP 哈，这个是标准制定国际组织，他会看你的专利，来从专利这个角度来看。可是现在美国事实上看起来是要结合日本、韩国还有欧盟一起来打造一个自己的这个一个未来的6G 体系。所以我看有一些这个专家已经在预测，将来很可能是2个系统，也不一定2大系统。哎，对。那当然技术上可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到最后的话，还是要看你这个产品，你的终端用户对哪一个系统比较满意。那个是会决定你的那会决定你这个系统的被接受率。那我们现在就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就是说可能将来会有2个不同的系统，就真正的是脱钩了。对，因为事实上这个6G它将来的这些应用场域是很多是新的场域，比如说自动驾驶，它是有的时候路况的这些变化，还有就是说立刻这对车子做的反应，它需要高速的这个运算能力。那可是它这个运算能力，它的资讯要能够传输的速度非常快。6G 的话，事实上它是理论上它的这个传输速度可以比5G 大100倍，快100倍。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些，比如说将来有远端手术那这些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高速的就是说非常高度的传输速度。那你知道6G 基本上现在虽然日本韩国欧盟也在研究，可是它一个关键的硬体是低轨卫星系统。它很多将来就变成它是透过低轨卫星来补足的。没有，它基本上它的传输就是低轨卫星。OK， 你直接不是靠基站。你现在5G 都是基站，像我们台湾很多这些大楼上都是基站、基地台。对，基台。那这个机台本身就是一个受限的，它的速度是跟它的量上面本来就跟这个低轨卫星有很大的差距。那现在事实上在布建这个低轨卫星的，美国有这个星链计划，马斯克星链计划，它已经布了很多。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布了。它一个卫星上去，有时候一个火箭上去可以布好几十个。那现在也快速正在追赶当中，因为这个商业运作现在看起来是要在2030年就要进入到实际到市场里面来了。对，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这些专利技术还有各方面技术，事实上可以说是领先的。那硬体的话，就将来就是看你你这个低轨卫星是不是很快可以布建起来？对，那让它发挥功能，主要它是这个传输的量跟速度都远大于目前的5G。那对于很多这些
比如说远端手术，它需要这种非常精准、快速的这个讯息传递的时候啊，那这个只有6G 能够可以满足这些这种新的应用的需求。对，那所以我觉得最后中国大陆世上化是不是可以跟美国抗衡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永远有一个优势，就中国大陆永远有足够的市场。就跟今天华为一样，华为照样非常非常的大卖，而且它新的这个可是华为的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中国就有15亿人了，对，14亿人，所以我觉得只要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我觉得美国即使要结合其他的国家要跟中国大陆做抗衡的话，那可能还是会蛮吃力的。而且中国大陆像今天华为的手机，它今天不管是手机还有鸿蒙系统它是自己的作业系统嘛，那就等于说另外一个 system它现在已经在东南亚。那么再走这些中东国家，再往非洲国家，也在往这些市场不断的扩大，所以这个就最后就要看你的系统好还是别的系统好。对，而且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嘛，就是说已经强调是华为的手机已经可以跟卫星的讯号做互通。那明年的话，美国手机据说苹果也开始要推出有这个卫星服务的。因为刚刚这个大使有提到说，基地台就是看就是覆盖率你怎么样能够去让你的覆盖率越来越广就是让这个通讯不会受到阻碍。所以现在在5G 这个部分呢，目前的状态是美国输给中国大陆，但是呢6G 呢，美国想要翻盘，但是有没有办法弯道超车，重新拿回这个全球的领导地位现在从专利上面来看的话，是还追不上中国大陆的，因为最新的数据有一个显示说呢，中国大陆的6G 专利占比是40.3%，那美国是35.2%。所以美国的国安专家很担心的是，如果6G 的标准被中国大陆未来如果真的主导，未来20年美国科技权力将会大幅的削弱。现在日本讲到同样的专利的话，日本有9.9%这个占比，欧洲是8.9%。所以刚才大使特别提到说，美国现在的战略可能就是要拉拢，包括就要联合像是日本啦、欧洲大家一起建立自己的6G 标准，也就是未来真的有可能就是中国的一套，美国的一套。因为我们说这个强国制定规则，弱国则是被定义Russ 怎么看因为美国现在要拉拢，现在包括讲说欧洲也好、日本也好这些盟友来制定自己的6G 标准，但是这些盟友要加入与否，当然他们会有自己的自身利益的考量。可是如果只靠中国威胁论，因为常会说有国安的疑虑，光靠这一点，其他的盟友就能够被说服吗？盟友会跟着美国了，这个我没有什么质疑，这是一定的。不管是西欧国家、大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跟着美国。日本、南韩、台湾都会。但是大使刚刚有提到，战场是在东南亚、非洲、南美洲。那比如说非洲那我们知道非洲国家很多非洲国家跟中国关系是非常好，还是很欢迎中国来投资了。虽然西欧国家已经警告说有这个债务陷阱了，这个 debt trap， 但是还是有很多非洲国家欢迎中国投资。那我相信6G 也会一样虽然到时候美国会说你最好不要接受中国6G还是会有一些国家，而且目前非洲国家如果跟以前相比的话，经济真的是转好了。那很多人是看好非洲的将来经济成长，所以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装6G 的设备那他们到时候会有选择，可以选美式，也可以选中式部分国家还是会认为说未来就是变成2大阵营了，一定会两大标准，一定会。OK， 对，这个是不能避免的。对，美国会退让吗？不可能中国也不可能好，对不对？这个结论就是未来我们都得习惯要用2套不同的6G 的标准但是在6G 之前呢，当然现在大家用的是5G 这个在欧洲现在最矛盾的就是在5G 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因为丹麦顾问机构先前有一个统计，就是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5G 设备的依赖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像是塞浦路斯呢，他们用中国大陆的5G 设备呢
这个比例高达100%啊。挪威超过70%，奥地利在60以上，德国也将近60啊。这个英国呢也有41%。那牛津经济研究所也估算呢，如果真的未来你先要用美国的以美国为主的这个系统啊，全面禁用华为，全球 GDP 到2035年将会减少1055亿美元，其中光是美国自己就会损失358亿美元啊。而德国总理梅尔茨最近他的喊话呢，他说6G 网络不能用中国大陆的零件，要摆脱依赖。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讲说，你依赖久了，你要摆脱真的容易吗？啊，更有趣的是说呢，他说同样他们也要摆脱美国的依赖哈，可是欧洲自己做得到自给自足吗？所以欧洲现在喊归喊，可是它真正的实力到底有吗？庄老师，这个封杀华为、全面脱钩，如果是20-30年前欧洲讲这句话，应该还有人要信了。不要忘了那时候还有瑞典的 Sony Ericsson，还有芬兰 Nokia 是我们行动通讯业的霸主，当时也制定一些标准，而且占据很多市场。但现在呢，这2家公司已经奄奄一息啊，这个营业额很低，而且这个市场日益萎缩，根本没有叫板的实力。特别刚刚主任提到6G 的专利啊，中国占了45%，美国30%，日本10%，对，剩下的45%里面，欧洲勉强占不到9%，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南韩、新加坡、台湾了哈。这样子的话，你要如何叫板？特别是你又宣称要跟中国脱钩，那另外一方面又要跟不依赖美国，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当然，刚刚 Rose 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所谓的长久以来的这个盟邦关系，不管是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是大西洋联盟，因为长久欧洲国家是跟美国结盟的，那个意识形态还有民主价值是一致的。更何况6G 虽然专利美国输给中国，但是那些技术标准还有一些规格还是美国在主导。所以如果真的要选边站，应该会还是靠向美国。好，那但是跟中国是部分脱钩，不可能全面脱钩，不然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当然，中国还有非洲、中东那些国家可以经营，特别是应该记得吧？去年9月，真主党的干部不是因为呼叫器跟对讲机爆炸吗？炸死40个，2000多人受伤嘛。对。那是为了避免手机被以色列监听、被追踪行踪，而采用传呼机，甚至还暗杀。对啊。那这个事件之后呢，当然还扯到我们台湾了，因为我们台湾金阿波罗所生产的传呼机，但我们是委托匈牙利代工，被摩萨德以色列特工植入微量的强力炸药而导致的。后来我看到社群媒体一个消息啊，这个中东国家那些啊，现在改用华为，因为用华为比较安心啊，不可能这种比较安全的，对，不可能这种事情再被暗杀了嘛。不管华为、中兴或欧宝，也不可能再被暗杀了嘛。所以那边也是它可以经营的市场，所以未来这场这个抗争还是有的持续，有戏好看。而且也有一个疑虑，就是选美国的应该会比较贵吧？当然，成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这个大帽子底下呢，到时候会不会不计代价，恐怕值得观察。马上回来。